探索历史烟云，解读人文传奇。大家好，我是涅槃说史。上集我们说到了张结巴势力膨胀，四处烧杀抢掠的暴行，无数村庄在他的铁蹄下化为废墟，百姓死伤惨重。即便官兵围剿，风声鹤唳，他依然残忍屠杀人质，滇西大地血流成河。面对重重围剿，张结巴企图招安自保，却依旧杀心不改。乱世之下，恶匪的命运将如何终结？本集我们将见证张结巴与省军的殊死较量，以及他最后的覆灭。话说101师张冲部来到大理下关后，获知张结巴已经撤离到了喜州。很快，张冲就收到了张结巴的一封信，邀他去喜州。张结巴要为他洗尘，张冲的手下都劝张冲不要前往，说这明摆着是鸿门宴。然而张冲却一笑置之。当晚，张冲就与大理盐税局局长郭绍宗一起去喜州。岂知到了喜州，张结巴又留下纸条，要张冲于第二日到鹅卵哨会谈。第二日，张冲其人前往鹅卵哨，几里地外便是张结巴布置的10步一岗，5步一哨，个个气势汹汹，杀气腾腾，明显是在给张冲一个下马威。一进门，张冲就发现院中各处布满了埋伏，有意无意地露出枪管刀尖。然而张冲举起指挥刀，毫无惧色走进了主庙大门。张冲的举动镇住了张结巴，感到此人不同一般的广乌龟。他从座位上一跃而起，翘起大拇指说：你小子有胆量，有见识，好汉，还装模作样的斥骂左右。哪个叫你们这样干？还不快给老子滚开！说着请张冲就坐。张冲趁势劝张结巴说：展彪，你我都拍过龙背，现在招安了，以后好好干，走正道，不要以人口实给绿林豪杰蒙羞。张结巴听了，虚情假意的迎合：张师长兄弟我服你。张冲恩威并施，说服张结巴招安。郭绍宗在其间周旋，张结巴原来计划的一套全失去了作用。最后他终于慑服于张冲，答应服从调遣。这时郭绍宗又以红帮规矩规劝张结巴一番，张结巴均点头称是。自鹅卵哨会谈后，张结巴被省军委任为贺、庆、丽江游击司令，并命令他克日赴防。张结巴得令后退出大理，但却盘踞在邓川礁石洞和贺庆牛街一带，拒不北上。张冲得知后，亲率精锐轻骑即改调张结巴去楚雄，并再三勒令他速往。张结巴无奈，只好打点人马上路。几日之后，张结巴行至滨川牛井处，其先头部队2个团已达姚安。他手下团长陈克武、李义博突然跑来向他报告，说弟兄们不愿去楚雄，已跑了1/3，并煽动说张冲诱骗他们至楚雄是为了解决他们去楚雄是死路一条，叫嚷赶快反了。正在张结巴拿不定主意之时，手下抓住一个奸细，并搜出一封密信，大意是等张结巴所部到达摇篮某山谷时，前后夹击，全部剿灭之。张结巴怒火万丈，一枪毙了奸细，大吼道：反！立即命所部退回。张结巴在滨川牛井反叛后，向着邓川方向窜去。这时监视张部的2个团早有防备，分别从鸡足山脚以及滨川坝子东面包抄过来。张结巴慌忙逃窜，刚逃到邓川东面，又被另一组伏兵打了伏击，结果众匪被打死，打散过半。张结巴狼狈万状，带着残匪窜入了深山。时值阴雨季节，大雨磅礴，道路难行。张结巴等蜷缩在石洞中，以为安全了，与众匪亦各自寻欢作乐，赌钱喝酒。他们没有想到，张冲所部龙林团赵元清营的蓑衣队已通过了他们的匪巢。山下群众一听是去剿张结巴，那真的是全村动员，老人守家，孩子站岗放哨，中年人带路，小伙子带着棍棒，缩标跟着部队就上了山。这一仗打得土匪猝不及防。张结巴如惊弓之鸟，带人窜进另一深谷，清点人数，所剩不多，
绝技分头搏斗，分3股流窜，然后至老君山会合。但是他们的如意打算有了成。杨光培、段秉公等没窜出多远，即分别受到地方联防队的阻击，将他们再次打散。段秉公等逃至腊城哨，杨光培等下落不明，只有张结巴顺利逃出。这时，张结巴原来东下楚雄时的先头2个团也在省军的围攻之下溃散，张结巴的整个匪队伍已经瓦解。张结巴此时身边只有50多人，头目有陈克武、李伯义、草上飞等，每人各有长短枪1支，子弹所剩也不多。他们先前到牛街3营一带活动，后又到蓝坪坝抢劫，被龙林团赶入老君山以后，又窜至鹤青坝子抢劫。张结巴在省军及地方联防队的追剿之下，日暮途穷，难以生存，遂派其手下吴老三到牛街联系当地哥老会和士绅杨宝元以作他用。但吴老三到牛街即被人认出逮捕。龙林根据他的口供，与洱源县张户县长商议，以张去杨宝元处定计诱杀张结巴。对张结巴之死耳闻口传，书刊报道众说纷纭，有说死于山野，有说死于家屋，有说死于夜晚，有说死于白昼，各据所闻，各说其事。石继章是民国17年腊月21日死于洱源牛街大同村，当年干支纪年是戊辰，属相为龙。当时民歌民谣对其事之叙述也是如此。1928年的腊月，杨宝元为协助省军以招安之势诱张下山，但是张结巴诡计多端，反复无常。后杨宝元晓以道义，指以前途，又反复多次，张结巴才放下心来。于是又请来双龙寺继续讨论招安事宜及安全保证。3人共住双龙寺近10日，因张生性多疑，谈了又翻，翻了又谈，到最后张结巴也没下定最后决心。一日，杨宝元在双龙寺为张结巴的1岁多的儿子剃发，给张结巴说：“此子头形圆大，目秀眉清，日后必是大有作为之人，我等必沾其光。能否拜祭给我作为义子，我专教他识字读书，使他成才，逼你我年老有所依靠。”张立即应可高兴万分，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我2人即以亲家相称。”双方齐声相呼亲家。张结巴识字极少，平日深信鸦鸣雀噪，杀鸡搏骨，凭此以断吉凶而定行为。这样的人当然不会懂得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，不会懂得巧遇偶合的事物存在，故疑虑过多，坐实多次招安成狱。此前数日，曾遇乌鸦几次对他鸣叫，使其顿生疑虑，所以他又反悔了。杨宝元及几个亲信一再说服施仪，方做出接受招安之盟。杨毅以丞相保，拟相随进省拜谒龙云。西尾章以适当之职务，让他走上正道。双龙寺小住7、8日，谈成招安事宜，继续资遣愿回家之部众。最后只有7、8人随张下来大同村住杨家大院，每日3餐都是在杨家后院和杨宝元共餐，睡眠休息仍在外面大院。如此生活又3、4日，也继续资遣最后跟随人员，贴身警卫只有4人。腊月21日，这天中午11时左右，张仍然进里院与杨宝元共进早餐。餐毕，张杨2人谈笑自如，正在床上吸烟取乐。突有民团官兵5、6人携带酒肉进来，申言团局送来年关食用菜蔬，厨房无人，请老县长下厨收捡，以免鸡犬损坏。县长当即离开。张结巴下厨收拾米面酒肉，屋中只剩送物诸人和靠在床上的张结巴。来人中一位叫杨子昭的民团队长，手持名片走向张结巴说：“彭团总上剑川，要我们来向大爷张结巴辞行。”张正身起床接过名片，而递名片的杨队长就是将张结巴按倒在床。张欲掏枪反抗，其他送菜个人齐来协助，使他动弹不得。随杨子招来的李炳芳，科副官见状猛冲上去，对准张结巴的心窝连放2枪。
其余人也拿刀在张的身上连戳几刀，混世魔头张结巴立时毙命身亡。张结巴一生到此即告结束。此时张结巴的警卫都外出闲逛，最后一名侍从由外院张的寝室下楼，持枪扑进里院，恰恰在过道处碰上杨宝元仓皇跑出外院来。侍从问：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杨县长回答：快跑快跑，张弟兄从这里跑了。侍从争先跑向大门，一出门，杨县长便转身回来，顶好大门，进大院，热烈喘息及大声宣讲：现在已经清楚了，大家别怕，刚才枪响是上方解决张大爷，与老百姓无干，大家不必害怕。这时院内院外已有很多民团官兵持枪保卫何家老小，一方张结巴零散汹涌，冒险报复，相继全村各家打开大门，出外探望事态之究竟。此时张结巴的全尸已拖出大门外，面张七豹子站立尸旁看全守尸，约下午4时左右割张头颅。张结巴的首级先结往耳缘悬挂示众，随后又与尸身结往大理验明正身，后头身被缝后绑在木桩上示众。在张结巴的土匪老巢礁石洞，剿匪部队里应外合全歼残匪，匪目陈克武、李义博、罗秉义3人首级被割下来，也悬挂耳缘城中示众。至此，横行肆虐多年的张结巴的骨匪彻底冰消瓦解。